你还记得2009年的时候，很多报章杂志都在报道老虎伍兹的丑闻。那时候我还算蛮小的所以我其实没有仔细的去阅读，我只知道老虎伍兹高尔夫球很强而已。所以我出于个人的好奇心，想说利用这个影片来了解更多老虎伍兹当初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1975年12月30号的美国加州，一个日后将永远改变高尔夫球历史的婴儿诞生了。他的父亲艾尔伍兹给他取名艾尔德里克通特伍兹，而他之所以叫做老虎伍兹，其实是来自他父亲在越战期间的好朋友，同时也是南越陆军上校的阮德峰。那个陆军上校的外号正好就是 Tiger， 所以他爸爸决定帮他的儿子取这个绰号，来纪念了与这个越南军人的友谊。爸爸艾尔伍兹是一个美国陆军退役的军官，他那时候读肯萨斯州立大学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被职业联盟看好的捕手，但最后他完成学业以后，他就决定要开始他的军旅生涯。他最后甚至还去越南服役，也是这样的他把高尔夫球带进去了老虎伍兹的世界里。老虎伍兹才刚开始学会走路的时候，父亲就已经把高尔夫球杆放进了他手里。2岁时，老虎伍兹就在美国国家电视节目的麦克道格拉斯秀里，向电视机的观众展示了他的挥杆动作，而且打的第一杆，那个球还真的飞得又直又远。以2岁小孩的标准来看，这已经算是非常奇特的了。主持人看起来是有点吓到，没想到一个2岁的小孩还真的打得到球。如果打过高尔夫球的人都知道，如果你不是从小就开始学的话，光是要打在那个躺在地板上一动也不动的球就已经很难了，更不用说到你要每一颗球都打得又直又远。艾尔在高尔夫球场上对老虎伍兹的训练是非常的特别，他会在老虎伍兹挥杆的关键瞬间突然的把球杆丢在地板上制造噪音，或者他还会把高尔夫球丢在他身上，又或者在上杆的时候他会对老虎伍兹说去你的混蛋，甚至会使用一些种族歧视的词汇。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把儿子训练成在球场上的冷血杀手，不论场上发生什么事情，老虎伍兹都能像机器一样冷静的去处理每一颗球。也因为这种高强度的训练，艾尔和老虎伍兹之间产生了一个安全词，只要父亲的训练太过的超过，老虎伍兹就可以说 enough 够了，来停止这个训练。但是其实不服输的老虎伍兹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从来都没有说过够了。另外一方面，老虎伍兹的母亲库提达是一个信奉佛教的泰国人。老虎伍兹之所以在高尔夫球场上常常穿红色球衣，就是因为他的母亲告诉过他，红色是身为摩羯座的他的幸运力量色。在年轻时他就曾经穿红色来打赢过很多的比赛，后来其实又出于叛逆的心理他故意改穿蓝色的衣服来实验，结果还真的就输掉了这个比赛。从那之后他就更相信红色会让他带来胜利，这也逐渐成为了他的迷信。从小老虎伍兹的高尔夫球实力就很夸张了，他在3岁的时候就能在9洞的球场上打出48杆的成绩，在8岁的时候就赢得了青少年世界高尔夫球锦标赛的冠军，在11岁的时候他就能打败他的父亲艾尔了，而且从此以后艾尔再也没有赢过老虎伍兹。在这之后，老虎伍兹在15岁的时候成为了史上最年轻的美国青少年业余锦标赛的冠军，然后他在1991年、1992年还有1993年连续3年都赢得了这个锦标赛的冠军。然而老虎伍兹从来没有真正享受过大学生活，他把全部的精力都专注在球场上面。他在史丹佛主修经济学，队友都私下叫他 Urkel， 因为他在学校里是一个普通害羞的男生，但是他一站上高尔夫球场，他好像就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他之后更是连续3年1994年、1995年还有1996年赢得了美国业余锦标赛。他还在1996年赢得了 NCAA 的冠军。在转职业之前，老虎伍兹就赢得了总共6个美国高尔夫球协会的冠军，这是业余球员里面史上最多的纪录。在1996年的8月，老虎伍兹在加州举行了一场记者会，他宣告他将踏入职业的赛场上。面对多家的媒体，21岁的老虎伍兹对着这些相机说道 I guess hello world, huh? 几天了以后 Nike 就发布那个经典的 Hello World 的宣传影片，影片中说到他赢得的各种比赛，然后在最后说到在美国我至今仍有不被允许入场的球场。广告其实就是在影射在当时的美国，高尔夫还是一个传统的白人运动，就连老虎伍兹这么有成就的人都会被一些高尔夫球场拒绝入场。在这之后 Nike
也提供了老虎子一个5年的合约，这张合约价值4000万美元。同时，高尔夫球公司 Titleist 也开出了一份2000万美元的合约，这些都是当初在职业高尔夫球里从来没有听过的代言。想象一下，刚转职业的一个21岁年轻人，在职业赛场上挥出他的第一杆之前，他就已经有价值6000万美元的合约了。老虎还在1996年仅剩的7场比赛里赢得了2场 PGA 巡回赛的冠军。同年 Sports Illustrated 也就是那个运动的杂志还把他称为1996年的年度运动员。那时候他才刚转职业4个月而已。然而真正让老虎子打出名堂的是在1997年的名人赛里，这是老虎子在转职业之后第一次参加的名人赛。老虎子在前9洞打出了不亮眼的4杆以上的成绩。第一个9洞结束以后，他感觉有点不妙，于是他对他的挥杆动作做了一点微调。在接下来的63洞里，老虎子创造了一场在当时没有人目睹过的球赛。他的1号木杆，也就是 driver， 可以打得非常的远。通常在高尔夫球里面，driver 就是拿来开球用的，这也让他可以用 wedge 在18洞里面的11个洞直接打上果岭上。Wedge 算是铁杆里面角度比较大的，专门用来进攻短距离的球杆。这个球杆因为杆面角度比较大嘛，虽然可以把球打得很高，然后可以在落地的时候产生强烈的上旋，让高尔夫球可以直接停在果岭上面。当时老虎子有个优势，就是他开球开得非常的远，当对手的第2杆还必须要用弹道比较低的木杆或者是铁杆来打的时候，老虎子已经打到了很近的距离，所以他可以用 wedge 来更积极的去进攻，把球直接定在旗杆旁边。除此之外，他整整4轮都没有出现3推，也就是说在上果岭以后，他的推杆从来没有推超过3次。他以18杆低于标准杆的成绩完赛，总共270杆，这也打破了 Jack Nicklaus 在1965年创下271杆的纪录。老虎子的12杆胜差更是打败 Jack Nicklaus 在1965年的9杆胜差的纪录。老虎子的270杆纪录，直到在2020年的时候才被 Dustin Johnson 以20杆低于标准杆超越。这场胜利也意味着老虎子成为了第一个非裔或者是亚裔的球员来取得名人赛的冠军，同时他也是历史上最年轻的名人赛冠军。比赛结束后最感人的画面，不只是老虎子举起奖杯，还有就是他冲上他的父亲给他的那一个长长的拥抱。老虎子事后说到，那个拥抱是他职业生涯里面最珍贵的一刻，因为1年前他的父亲才在 Tour Championship 的赛事上面因为心脏病发必须要接受手术，后来父亲不顾他医生的建议叫他不要旅行，他还是固执的跑到了名人赛的现场，为了就是要亲身看自己的儿子完成了这个非常重要的比赛。在1997年的名人赛之后呢，老虎子在一夜之间成为了全球最有商业价值的运动员之一。到了2000年 Nike 与老虎签了一份1亿美元的5年合约，比上一份合约整整多了6000万美元。当时 Nike 的高尔夫业务几乎就是完全建立在老虎子上面的。Nike 高尔夫的年销售额在2013年达到顶峰，达到了 7.92 亿美元。有研究估算在2000年到2010年的这10年间，光是从高尔夫球上的收入，注意是只有球的那个高尔夫球不是这个运动，就几乎赚回来了 Nike 对老虎子投资的 57%。 老虎子在之后与 Nike 的合约长达了27年，其中历经了15次的大满贯，82个 PGA 巡回赛的冠军，当然还有数不清的伤病和丑闻。2024年1月，双方宣告终止合作关系。 Nike 在社群媒体上发文写道，老虎，你挑战了你的对手，挑战了刻板印象，挑战了传统，挑战了老派思维，挑战了整个高尔夫球的体制，挑战了我们。最重要的是，你挑战了你自己。为此，我们充满感激。如果说1997年是让老虎子崭露头角的一年，那么2000年他几乎就是跟高尔夫球神一样了。这一年他打出来的表现，让很多对手和观众都发现，他似乎是在一个不同的维度上。整个2000年赛季，老虎子在20次的参赛之中拿到了9次的 PGA 巡回赛冠军，其中有17次他更是打进去了前5名。他那时候的巡回赛平均杆数是 68.17 杆，是 PGA 史上历史最低的纪录。
2001年4月，老虎伍兹成为了史上第一位同时持有4个大满贯的球员。他手中同时握有2000年美国公开赛、2000年英国公开赛、2000年的 PGA 锦标赛，还有2001年的名人赛奖杯。这个成就也被称为老虎大满贯 Tiger Slam。在高尔夫球的历史上，至今只有老虎伍兹能办到这一点。在2001年到2003年之间，他继续了他的统治。他在2001年到2002年连续获得名人赛的冠军，在2005年名人赛的最终轮，到了第16洞的时候，球就刚好落在了果岭左侧的出草区，那个斜坡非常的大，角度算是非常的刁钻。老虎在这个时候击出了一击他自己都难以相信的结果，他把球打向了旗杆的左方，让球利用斜坡来改变方向，向右边滚，球慢慢的滚向洞口，速度越来越慢，越来越慢，然后就在全球观众的注视之下，这颗球竟然就戏剧化了，停在了洞口旁边，整整 1.8 秒。那个 Nike 的球最后就这样掉了下去。进球以后，连播报人都不可置信。他说到了，在你的人生中，你见过这样的事吗？而对 Nike 来说，那个 1.8 秒简直就是最好的广告。老虎伍兹最终在延长赛击败对手，赢得了他第4件的绿夹克。在享受赛场上的风光之外呢，老虎伍兹也在赛场外找到了自己的真爱。老虎伍兹和艾琳在2001年的英国公开赛上相遇。艾琳出生于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她的母亲芭芭拉曾是瑞典的移民部长，她的父亲呢，则是一个知名的广播记者。艾琳本人曾短暂做过模特儿，后来在瑞典籍球员杰斯帕巴尼维克的家族担任保姆。老虎一见到艾琳就神魂颠倒，但是他其实非常的害羞，他一直不敢去跟他搭话，于是他就让他团队的其中一个人代替他去邀约。有人说艾琳对名人的第一印象并不是很好，他是一个非常重视私人空间的人，那个充满镁光灯的世界对他来说是真的没有什么吸引力哦。但是老虎子就锲而不舍嘛，他就一直去问艾琳，问到艾琳后来觉得实在是有点烦，所以他就索性的答应老虎伍兹要去一场约会。于是老虎伍兹就跟艾琳去吃了一顿晚餐，还有看了一个电影。在那个晚上，艾琳惊讶的发现他其实蛮喜欢老虎伍兹的。之后他们开始正式的约会，在很多场合里，像是高尔夫球的比赛还有一些聚会上，都可以看到艾琳跟老虎伍兹的身影。2003年，两个人在正式交往的第18个月，老虎伍兹在一个动物保护区的夕阳之下单膝的跪下来求婚了。2004年10月，老虎伍兹在巴贝多举办了一场世纪婚礼，老虎伍兹包下整个度假村的112个房间。那时候参加婚礼的宾客名单是非常的大咖哦，里面有欧普拉、比尔盖茨、查尔斯·巴克利、迈克·乔丹。最后婚礼就以一场精彩的烟火秀来作为结尾。不幸的是，2年后的2006年，老虎伍兹的爸爸艾尔因为摄护腺癌，在74岁的时候病逝。那时候老虎伍兹连夜赶回加州的老家，他的姐姐坐在了父亲的床边，手来来回回的轻轻的抚摸着他的背。看到姐姐抚摸着爸爸的背，老虎伍兹问道：“你是在等他醒过来吗？”他姐姐说：“对啊。”老虎伍兹则是回应道：“我也是。”在那个安静的深夜里，姐弟俩和父亲的遗体相处了几个小时，直到殡仪馆的人来到家里，把艾尔的尸体抬了出去。老虎伍兹的父亲艾尔在这几年来都没有把房子给卖掉，因为他喜欢那种随手可得的怀旧感。如果艾尔想要的话，他随时随地都能去老虎伍兹长大那个房间里看着衣柜门上还挂着的欧比王海报，或者是找到他儿子以前在玩的旧任天堂游戏机。艾尔去世的时候，他距离老虎长大的房间只有3步的距离。从小就跟爸爸一起训练的老虎伍兹，他爸爸的死对他的打击非常的大，他们2个人的关系非常的亲近，也一起共同经历了很多的比赛。即使老虎伍兹在高中的时候曾经讨厌过艾尔，因为他发现他的爸爸对他的母亲不忠。在这期间，老虎甚至还向他的高中女朋友哭诉。但是在父亲死后，老虎伍兹完全失去了专注和方向，他的场外人生也在这个时候开始慢慢的崩塌。父亲去世以后，老虎伍兹沉迷于美国的海军特种部队的训练和文化。在父亲去世的第25天，他前往了一个山区里面的秘密训练设施，观察这些特种部队的训练。因为他爸爸曾经对他说过，你未来的路只有2条，一个就是成为高尔夫球选手嘛，另外一个就是成为特种部队的士兵。
于是他就开始定期的造访这些训练基地，甚至还参与了部分的训练课程。身边最亲近他的人也开始担心这种训练会影响他的高尔夫球生涯。当老虎伍兹遭遇了左膝前十字韧带断裂的时候，很多人就在猜是不是因为这些特种部队的训练造成的。所以他本人一直在坚称他在家里附近慢跑的时候不小心受伤的。但是很多人都认为，即使他真的是在家里附近受伤好了，那些特种部队的训练可能就已经让他的韧带变得更脆弱了。除此之外呢，老虎伍兹也开始沉迷于拉斯维加斯和纽约的夜店，他常常与迈克乔丹还有查尔斯巴克利混在一起。那时候的老虎伍兹对女人其实还不是很有信心，甚至还有点呆呆的。在一次纽约的夜店局里，他与迈克乔丹还有洋基队长德瑞克基特混在了一起。老虎伍兹就很好奇，他就问了他们两个人要怎么做才可以跟女生说话。这个是老虎伍兹世界上最伟大的高尔夫球选手竟然在问这种问题。于是乔丹就和德瑞克基特互看了一下，真的是有点不敢置信，然后他们就笑着说，你就跟他说你是 Tiger Woods 不就好了吗？在这之后，他开始与多名女性保持联系，好像是在寻找一个东西来填补他的空洞。他跟这些女人的关系并不是只有腥膻色这么简单。在丑闻爆发的时候，很多杂志都把焦点放在了性关系上面，但是那有一定程度只是想要博眼球而已。像是老虎伍兹和瑞秋之间因为共同的悲剧而产生了连结。老虎伍兹那时候刚经历了失去了父亲的痛苦嘛，而瑞秋正是在15岁的时候经历了他的父亲因为药物过量而死亡。后来更惨的是，他经历了他的未婚夫在911事件里面丧生。瑞秋的好友说到，瑞秋和老虎伍兹在心灵上是互补的。有时候瑞秋会在老虎伍兹那边待上了好几天，但诡异的是，从来就没有人过问过老虎伍兹他人在哪里，在做什么。有时候瑞秋的朋友还会陪同瑞秋一起去奥克兰看老虎伍兹，老虎就会把他们安排到家里附近的公寓里面。他一进门就会把窗帘全部拉上，然后就在沙发上坐在瑞秋和他朋友中间，一起观看切尔斯晚间秀。老虎那时候还对他们说到，他觉得这种互动让他感到非常的快乐。在这期间呢，失眠症也深深困扰着老虎伍兹，他甚至有时候会接连好几天都没有办法睡觉。当他太久没睡觉的时候，他就会要求瑞秋去找他，只有在瑞秋抵达的时候，他才能安心的入睡。瑞秋的好朋友觉得老虎伍兹只是希望有人能见证他一部分像平常人一样的乏味生活。另外一个对象杰米也曾告诉八卦杂志，他有一次在饭店房间和老虎见面，老虎却没有急着要上床打枕头战，他反而是和他在床上一边搂抱一边看了一部汤姆汉克斯的电影。这并不是一连串普通的一夜情哦，反而是更复杂奇特的关系。老虎伍兹有时候会疯狂的给这些女人们打电话，直到对方把电话接起来为止。有时候他其实就是想简单的叙述一下他今天做了什么。他有时候甚至会聊到父亲艾尔还有他自己的童年。不知不觉这些外遇还有特种部队的训练都让老虎伍兹渐渐的成为了他父亲的模样。2009年的老虎伍兹有一个漂亮的妻子，非常顺遂的职业生涯，还育有2个小孩。这个在外界眼中几乎是完美的家庭形象，却在一个报道之后完全的被摧毁了。2009年11月25号，八卦媒体国家询问者刊出了一则报道，说到老虎伍兹正在与瑞秋尤其泰进行外遇。老虎的公关团队当然是马上的否认了。但是在感恩节当晚呢，艾琳趁着老虎在小睡的时候翻了他的手机，他立刻发现了他与瑞秋之间的亲密简讯，于是他立刻就从老虎的手机拨打给了瑞秋。那瑞秋当然接起电话，他以为是老虎伍兹打的嘛，所以他一开口就说了 Hey babe， 就是嗨宝贝。结果那时候传来的却是艾琳的声音。之后老虎伍兹就被艾琳从床上叫醒，事情很快就失控了。老虎伍兹就选择绕跑，他跑上了他的凯迪拉克，艾琳则是拿起了高尔夫球杆砸碎了车子后面的玻璃。之后他开着高尔夫球车继续追赶老虎伍兹。那老虎伍兹当然吓到了嘛，于是他就很慌张要开车逃跑。结果好死不死呢，他就撞上了一个消防栓还有一棵邻居的树，车子严重的损毁，老虎伍兹有点失去意识。于是艾琳就把老虎伍兹从车子上拖了出来，让他躺在地板上休息。警方赶到以后，老虎伍兹因为意识有点不清楚，没有办法清楚的说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最后警方就只是对他开出了一张164美元的罚款。事件的一开始也被包装成一个单纯的交通事故。
结果这个事故发生了几周后，陆陆续续有很多的女人都跳出来说，她们曾和老虎伍兹有一腿，像是刚刚提到的瑞秋，据说她是老虎伍兹最重要的情人。事件曝光以后，她在律师的代理之下，与老虎伍兹签署了一份保密合约，瑞秋可以从里面得到了500万美元的封口费，以及在之后的3年，每年都可以获得100万美元的追加款。条件就是他不能谈任何关于老虎伍兹的事情。另外一个外遇对象杰米·格拉布斯则是说到，他们2个人的外遇从2007年的4月就开始了，他们2个进行了超过20次的枕头战，他最后还公开了老虎给他留言的语音信箱，还获得了15万美元的版权费来出售他的故事。还有一个女人杰米·江格斯则是说到，他跟老虎伍兹相处的时候，他就像一个小孩一样，他喜欢看 ESPN 看卡通，吃麦片还有冰棒，他觉得老虎伍兹非常的有趣。在这些爆料期间呢，媒体曾影射过老虎伍兹曾经外遇90到110个人，但是真正站出来的女性大概只有9到15人而已。2009年12月，老虎伍兹进入了一家性瘾中心里面接受治疗。同一时间 AT&T、Gatorade 还有吉列都相继的宣布终止与老虎伍兹的合作。2010年2月19号，老虎伍兹在 PGA 总部里开了一场记者会，他面对家人、朋友和媒体说道，我不忠，我有外遇，我欺骗了他，我的所作所为是不可接受的，我对此深感羞愧，我让我的家人失望，让我的粉丝失望，对我所做的一切我感到万分的抱歉。他还特别否认了外界广泛流传的艾琳拿着高尔夫球杆追打他，他说有人猜测艾琳以某种方式伤害了我，这让我很痛心，因为那个是谎言。在这段婚姻里面，他们没有任何的暴力行为。2010年8月，老虎伍兹和艾琳正式的离婚。据报道，艾琳获得了将近1亿到1亿1000美元的赔偿，还外加每个月2万美元的子女抚养费。在这个丑闻之后呢，老虎的身体状态还有表现都开始慢慢的下滑。他在丑闻以后只赢得了11个巡回赛的冠军，要知道在这之前，他可是赢得了71个巡回赛的冠军。他常年的高压训练也让他的膝盖还有背部开始慢慢的承受不住了，他开始伤病不断。像是2014到2017年，他就经历过了4次的背部手术。2017年5月29号的凌晨3点，佛罗里达州的一条公路上，巡逻警察发现了一辆引擎还在运转的黑色宾士，坐在驾驶座的那个男生完全没有反应，而他们发现到的那个人正是老虎伍兹。记录器的画面显示到，老虎伍兹站立不稳，口齿不清，面对警察路边轻型测试，他完全没有办法好好的坐，他的车子甚至有明显的新的撞击痕迹，2侧的轮胎还有泄气。他最后被上手铐带回到了警局，吹出来酒精浓度却是0。后来老虎伍兹发出来声明道歉的说道，他没有想到他把一些处方性的药物混合起来以后，竟然有这种效果，会对他造成这么大的影响。而他会服用这些药物是因为失眠还有背部手术的伤痛所困扰。也因为这个背部手术的关系，让他2017年完全一场比赛都没有打。到了2018年，他才开始慢慢的返回比赛，小心翼翼的重新的找到了比赛的节奏。2019年4月14号，在美国高尔夫名人赛上，已经43岁的老虎伍兹打出了低于标准杆13杆的成绩，让他赢得了他第5次名人赛的冠军，这也是他生涯中的第15个大满贯的冠军。而距离他上一次赢得了大满贯已经是11年前的事情了。他也是自1986年 Jack Nicklaus 之后名人赛第2年长的冠军。他敲进最后一个推杆，嘶声怒吼，双手挥向空中，他激动地抱向了他的儿子查理还有他的妈妈，就像是22年前艾尔在1997年的18洞拥抱老虎伍兹那样。老虎伍兹赛后说道，这一切都形成了一个循环。1997年，他爸爸在这里拥抱了他。现在，他成为了父亲，带着自己的2个孩子来到了这里。时间快转到2021年2月23号，洛杉矶的警察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在一波坡度陡峭、限速时速45英里的一个双向道上，有一辆 Genesis GV80严重的损坏，翻倒在路旁边的斜坡上。根据报道，老虎伍兹在第一个撞击点的时速是大约每小时135到140公里，在最后撞上树木的时候，他的时速更是达到了每小时120公里。
当时的道路限制呢是时速72公里。调查人认为老虎子可能是误把刹车踩成了油门，导致他没有办法控制车速。那这个是我看报道的时候知道的哦。但时速125公里撞到人真的不会死吗？我是蛮讶异的。在这之后他被送到医院检查，医生确认他的右脚有多处的粉碎性骨折。之后老虎子在医院躺了3个礼拜，在这个之后他就靠轮椅还有拐杖开始慢慢的做复健。老虎后来说到他很庆幸他自己还活着，还保有这条腿。时间来到了2024年 Tiger Woods 和 Vanessa Trump 也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儿子的老婆，他们2个人因为各自的女儿要参加一些高尔夫球的赛事而相识。2人一开始只是普通的朋友，后来渐渐发展成更亲密的关系。Vanessa 会偶尔造访老虎子的一个住所，一周还会留宿几晚，2人一起吃饭闲聊，但是他们一直都没有公开。直到2025年的2月，有人看到老虎子和 Vanessa 还有他的女儿 Kai Trump 一同现身于一场高尔夫球赛。老虎子随后也在 Instagram 上面说道，爱意弥漫在空气中，有你在我的身旁，生活变得更美好。我们期待一起走过人生的旅程，在这个时刻，我们希望与所有亲近我们心中的人保持隐私。2026年3月27号，也就是今年，就在老虎子家里附近，限速只有48公里的路上，有一个卡车后面就拖着高压水柱清洗机的设备，他就正常的按照限速行驶在这个道路上。好死不死呢，他就遇到了马路三宝 Tiger Woods。这时候 Tiger Woods 的 Land Rover 尝试要去超越那个卡车，他就不小心插上了卡车后面的高压水柱设备，导致他的 Land Rover 就直接翻车了，车身还沿着路面滑行，留下了一道长长的刮痕，最终就停在路旁边。老虎子还自己从副驾驶座上面爬了出来。这场意外很幸运的没有造成任何人受伤。警方到达以后，他们发现老虎子看起来似乎是有点迟钝。警方对老虎子进行呼吸测试的时候呢，结果显示他完全没有摄取任何的酒精，但他们相信他可能是因为其他的药物导致了他失去了对车子的掌握度。后来警方想要进一步的测试，但是老虎子拒绝了。在后续的搜索当中，警方在老虎的口袋里面找出了2粒散装的轻可酮，这是一种强效的鸦片类药物哦。老虎向警方说到，他有7次的背部手术，还有超过了20次腿部手术的历史，所以他需要服用这几种处方药。老虎子还说，他刚才打电话给了总统川普，不知道到底是想要对警察暗示什么东西。后来老虎子以要价、附带财物损害以及拒绝接受合法的检测等罪名被逮捕。他在牢中待了大概8小时以后就被保释了出来。我是还蛮惊讶老虎子有这么多的车祸历史，很多网民也认为他的驾照应该要被吊销掉才对。而且我觉得最幸运的是，他至今所做的这些车祸历史都没有伤害到任何的人。当然同时也很多人担心他是不是因为这些手术让他开始对这些药物产生了依赖性。一个从来没有被允许真正当一个小男孩的人，他在全世界的目光中长大，他学会了在球场上的所有事情，哪个球怎么处理，这个草怎么打，但是他从来没有学会说在场外他应该如何的存在，如何爱，如何去感受到平凡的脆弱。目前的老虎子还是与川普的前媳妇交往着，他也毋庸置疑是高尔夫球历史上最伟大的选手。你怎么评价老虎子？留言告诉我，我们下礼拜见。